在人工智能时代呢，我们不得不提的一个名词叫做超级个体。什么叫超级个体呢？是说一个人，如果你原来只能做一个人的事情啊，但是在人工智能的这些工具的辅助下边，你现在可以完成10个人才能完成的事情。那这个时候呢，你就是一个超级个体。当然呢，这个就需要我们对各种工具呢能够融会贯通。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给大家聊一聊啊，3类啊你应该掌握的最新的人工智能模型。那这个故事从哪儿讲起呢？我们还是先从这个工作流讲起。那我在 RainHub 上呢构建了一个工作流，那这个工作流呢是通过首帧和尾帧来实现对应的这个视频的生成。大家可以通过 RainHub.ai 来访问这个平台，然后点击左侧的工作台就可以新建和导入你的工作流了。这个工作流呢其实很简单，是一个我们之前讲过的是 WAN 1.3B 的 IMP 模型，而且呢是首帧尾帧视频生成的一个工作流。那我们看这儿有2个图片，这儿有空杯子，然后空杯子上呢加了一个 logo， 而且呢我故意把它做成一个什么，一个这个带汉字的，因为我觉得那 WAN 这个模型作为这个中国研发的这个模型，而且我们在测试里边它是支持中文的，所以说我希望它对中文有一个比较好的体现。然后呢我们进行了一个缩放，图片的大小由于是方形的，我缩放成了640×640，然后这个帧数呢大家尽量的设置成65帧，如果太少的话呢可能这个动画是完成不了的。然后我们可以通过 WAN Fan In Paint to Video 这个节点，然后把所有的图片啊以及我们的首尾图片呢进行一个进行整合，生成新的正向条件和反向条件。通过我们的采样呢就可以生成这个对应的视频。那你看一下这个视频的效果，这个视频的效果我个人来讲呢还是比较满意的，因为我希望达到的这个效果呢，我们通过我的提示词也能看出来，说一只小猫跳到杯子上变成了一个 logo。当然呢这个没有达到我想要的效果，但是整体的一致性和整体的表现上来讲我觉得还是不错的。这个小猫露出头啊，然后这个 logo 呢在不断的变化和生成。但是你会发现啊，就算是 WAN 这个模型啊，我们在生成中间的时候，这个中文它也是没有办法完全生成出来的。那英文就没有问题，对吧？它只是在最后保证了和我的尾帧图片是一样的。当然要实现首帧尾帧，那我们最重点的就是这个尾帧是怎么来生成的。那我这个是怎么做的呢？这个我还是用多模态大模型来做的。那这个多模态的大模型呢，我依然用的是 Gemini 2.0。那为什么要再次用这个模型？因为它做了一版升级。大家可以通过 AI Studio 这个网址，然后来访问所有谷歌提供的这个模型。当然这儿有一个前提，就是你这个节点得是美国的，你如果是大陆的可能是访问不了的，是吧？这个你切换一下节点。下边我们新建一个绘画，然后在这儿的话你可以选这个模型啊，你要注意这儿有 2.5 系列的。那我们今天重点讲的是 2.5 系列的和 2.0 系列的。 2.0 系列的做的重磅升级呢就是这个。好，下边呢我们简单的给大家做一个演示啊。那我们上传2张图片，第一个呢是这个杯子的，再来一个这个 logo 的，然后呢我们写啊，将 logo 打印到杯子上。然后你要注意啊，在这儿呢它对这个生成的模式呢做了一个新的变化。它这儿呢可以生成文本，所以说它这儿会提示你它现在要干什么事情。当然这是英文的。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效果，哎，是不是挺棒的啊？我下边呢再做几个，比方说呢我们让这个 logo 呢打印到一个 T 恤衫上，大家看一下这个效果是不是也非常的漂亮。下边我们进一步让图片当中的美女穿上这件 T 恤，大家看一下这效果有点怪，所以说呢我们修改它一下。那我现在呢说让 T 恤更修身一些吧啊，然后它出现了这个效果，大家看一下整体的感觉呢也还是不错的。当然这个 T 恤还是有点太宽大啊。然后呢我们说改变一下美女的姿势，好，这个姿势呢发生了变化啊。下边呢我说让视角拉的再远一些。好，那我们就先做到这儿。注意啊，我从一开始 logo 放到 T 恤上，这个效果都是不错的。然后美女穿上这个呢也没有问题啊，你注意这个美女的图片和我们生成的这个一致性是很强的。但是你要注意啊，我向后边开始做对应的操作，我现在让 T 恤更修身一些，这个人物的一致性呢也是没有问题的。然后你接着做，你注意这个人物就开始变了，看一下包括这儿，它完全就不像我们上传的这个人了。所以说你会发现这个模型呢你可以做这种一次或者2次性的编辑。如果你要做多次编辑的话，模型的记忆力和
错误的这种积累呢，就会导致最终的效果呢变得不好。这个跟我们说的那个 frame pack 的双向采样其实要解决的是同一个问题，但是这种呢是在一个对话过程当中啊，随着它获取的信息不断的增大，然后呢这种误差也在不断的积累啊。所以说这是很明显的一个特征。所以说呢你会发现啊，这个模型除了在运行速度上做了一些改进，生成的效果上比原来也要好很多，人物的一致性呢也有了有效的提升，但是呢不能一直的往下生成。好，下边呢我们来看第二个叫什么？叫生成一致性人物，这个是很多人都关心的一个话题。那怎么用这个 Gemini 的 2.0 啊来生成一致性人物呢？在它改版之后呢，这个效果也有了不小的提升。我重新写一段提示词。对啊，我这个提示词写的非常的有意思啊，说我现在有一个人物的描述，具体你不用管它是什么。然后呢，你要注意我下边这个说，请根据上面的提示词来生成一张小小的图片。你要注意啊，我生成的这个人物叫小小。这种方法呢，我们曾经在那个谷歌的 Image FX 里边曾经用过。然后我还写了一个将 seed 固定成了一个固定的值。那因为我们知道生成这个什么呀？图片的时候都会有一个种子，对吧？所以说我把种子给它固定了一下。那这个呢也是生成一致性人物非常好的一个方式。下边呢我们来生成一个，大家看一下，它会把你的这个意图给复述一下。现在呢我们就得到了一个人物，还是很漂亮的。下边呢我们来设计一个场景，小小正在客厅的沙发上看书。大家注意啊，这个人物的一致性被我们带过来了，对吧？很明显啊，就是这个人，这个一致性是非常强的。然后我们切几个场景，小小在咖啡馆里喝咖啡，大家看一下啊，这个人物的一致性还是被我们保持下来了。然后呢，我们接着写，小小正在校园里骑自行车，这个人物不是特别清楚，但是一致性还是保持的不错的。下边我们再来写一个啊，小小撑着一把油纸伞走在江南的雨巷。好，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时候呢它已经发生变化了。那么通过这个例子呢，第一个我是想给大家展示，就是你可以通过这种方法来生成一致性的人物。那我们大概通过了3、4轮的这种测试啊，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到了第5轮，你会发现这种一致性就会丢失掉。所以说呢，你可以使用这种免费的模型，而且这个模型的质量呢也是非常高的。但是不管是做图片的修改，还是做人物一致性的生成，那么你只能尽快的完成你的意图，别往后拖啊！你往后拖的话，这个效果就会变成这个样子。这是我们说的这个模型啊，就 Gemini Flash Preview 这个模型总体上还是不错的啊，当然呢它不是最好的。好，下边呢我们再给大家介绍效果更好的一个，这个模型呢大家都很熟悉了， ChatGPT。 这个 ChatGPT 的话呢是这2天开放了什么呢？免费版的图片生成。原来呢你在免费版里边是没有办法去做这个事情的，但是它虽然免费了，但是有次数限制的啊，大概能生成5张左右。好，下边呢我们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测试。首先呢用一个简单的提示词啊，说为 cute animals 创造一个封面杂志，说上面有3只可爱之极的，然后装饰时尚的宠物，并配有逼真醒目的标题和预告文本。那你看一下，这个质量是非常高的，是吧？好，下边呢我们来完成我们特定的一些内容啊，我们还是做人物一致性的这个实验吧。首先呢我们传了一个人物啊，我们说图片当中的女人呢正在校园里骑自行车。你看一下这个效果的话呢，其实比 Gemini 可能要好很多，而且这个人物的一致性保持的会更加的自然，这个更像是 Flux 生成的这个人物，而这个呢可能更像现实当中的一个人物，这是这个。然后呢我们继续再上传这个，我怕它记忆力丢失啊，所以说我每次都把它上传一下。然后呢我们说他正在喝咖啡，你看一下是不是这个一致性保持的非常的。如果你有一些少量的这种需求，可以用 ChatGPT 来实现。现在呢我们说图片当中的女人呢正在图书馆看书，大家看一下也是非常棒的啊。然后图片当中的女人站在
都市的街道上 full body 啊，提示词都非常的有效。但是你要注意到这儿的时候，人物的一致性已经丢掉了。所以说呢，你要使用所有的这种图片生成模型的话，参考图尽量每词传一个。如果采用对话形式的这种要记忆延展的这种方式的话呢，尽量的大概3步之内或者4步之内完成你想要的最终效果，不要再往后边继续聊，你聊骚的时间越长，那你这个人物的一致性失去的就越多，不管是 Gemini 还是 ChatGPT。 当然到这儿呢，你会发现我这儿就点不了了，而且它提示说我现在呢已经到达了 ChatGPT 这个上限，除非呢我就升级掏钱呢，这个钱没有，所以说呢不让玩了。我们就说一下这个情况就完了。除了用这个生成图片之外，还可以用 Sora 去生成。Sora 生成的话呢，既可以生成图片，也可以生成视频。当然呢，我重点还是来生成什么？生成图片。那么我们可以上传这个对应的图片然后我们同样传这个美女的图片，然后我们再传一个包，然后呢我们描述还是图片当中的美女正在展示图片当中的包。那我们可以remix 一下，这个时候呢它会添加到队列，这个我之前已经生成过了，这是它现在要生成的我们现在看我之前生成的这个呢4张，你注意这个效果都是不错的。我没有试过就是 Sora 这个东西它到底能够生成多少张，这个还是你资源要综合去使用。如果你要生成类似于这种把元素组合起来生成一张图片，那免费的呢你最起码有这样3种选择，一个呢是我们的这个 Gemini 2.0， 一个是我们的 ChatGPT， 还有一个呢是我们的 Sora， 这个都是可以的。大家看一下，这个稍微有点比例失调，我觉得头有点大没有这个要好。因为这个我其实设定了这个什么呢？我其实设定了这个环境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有影响下边呢我们可以重新的来生成一个美女正在一个高端的时尚卖场展示她手里的包。这样我们还是先让图片当中的美女尽量的严谨一些。稍等一下4张图片我们看一下效果怎么样。大家看一下，当我们加上环境之后，这个效果就要好很多了第二个大家应该关注的模型是 2.5 Pro 的 Preview， 而且是5月6号这版这版呢也有一些非常好的功能的升级。那这个模型呢主要擅长推理擅长编码，而且擅长这个多模态的理解。那下边呢我们给大家测一个，我们用一个非常直接的例子。你注意我现在上传一张图片，那这张图片呢其实是 YouTube 首页的一个截图。那下边我们想让它复现这个网页，当然我更希望的是用这个原型的方式，因为图片它没有办法帮你画出来所以说如果你是产品经理你做一些原型设计，那这个方法呢能够非常好的然后来帮助你实现原型的设计。我们看一下这个是 YouTube 的网页截图，设计一个原型，要求1用弹性布局，然后2网页当中的图片用色块代替，3要求 HTML 实现。这样我们把第3个要求写在前面这儿设计一个原型，用 HTML 括号CSS 加上 JS， 然后实现，添加必要的动画元素。然后我们强调一下，用一个 HTML 文件实现。然后呢我们再强调一下将 CSS 和JS 写到 HTML 当中。好，下边呢我们生成一下。好，那这个就生成完了它这有一些解释说明我们不看了我们就下载下来。然后呢我们直接点开它看一下。大家注意这个效果是不是非常的棒？看一下，但这个色块可能有一些问题，看一下这个必要的效果还是有的，包括有一些图标。那所以说呢大家看一下这个编码能力真的是非常的强，它这个还原度从原型程度上来讲，我觉得呢可能已经到了 90%， 但是这个呢还不算是它最厉害的我们继续来一个，我现在把它清掉。那我这儿呢录了一段视频，大家看一下。
那现在我展示的是 YouTube 的首页，我希望呢你用一个 HTML 文件，当然里边包括 JS 和 CSS 来实现整个网页的布局。那其中图片的部分的话呢，你用色块代替就可以了。那么我希望整个的感觉呢，应该是一个类似于原型设计的内容。另外的话呢，我这儿会演示一些交互设计的元素。第一个呢，就是在左侧的这个工具栏里边，当我去点这个按钮的时候，它可以消失掉，变成这个样子。另外的话呢，就是当我点我个人的头像的时候呢，会出现对应的下拉菜单。然后当我鼠标点到这个搜索栏的时候呢，你给我模拟一下这个我的搜索历史。那回头呢，我会将这个视频还有一个网页的截图传给你。那希望你根据这两个资料呢，来按照我的要求来生成一个原型设计。那我这里边其实是除了页面要求之外呢，会有一些交互设计，所以说呢，我们来上传一下。那这个里边的提示词写起来就比较简单了，我们还是说设计一个 YouTube 的原型，然后呢用一个 HTML 文件实现，内部包含 JS 和 CSS， 具体要求和交互效果参照视频。那我们再次生成，现在呢也生成完了，我们把它下载下来。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大家注意啊，我的要求看它能不能实现。首先这个页面效果没有问题啊，然后呢我们看一下这儿没有问题，第二个这个地方没有问题，第三个这个地方也没有问题。所以说呢，你会发现它对于这种多模态的理解可以让你的工作变得非常的顺畅。好，这就是我们说的第二个模型。下边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工具。第三个工具呢，其实我们之前也给大家说过啊，叫 NoteLM。这个呢是谷歌的另外一个产品。下边我们来试一下啊。首先呢，我们新建一个这个 LM 啊，就是我们的记事本，然后呢，你可以上传你这个文件。传的形式有很多，可以是谷歌文档，或者是 PPT， 甚至是这个网站的链接， YouTube 的视频链接，以及我们复制的这些文本，而且它可以最多上传50个。那作为演示呢，我就不那么复杂了啊，我们直接找一个视频，我随便找一个我的视频吧，我把这个视频的链接呢给放到这个上面来。当然它属于 YouTube 的这个链接啊，所以说我们粘过来之后确定一下啊。它开始解析这个，你要注意，它如果这儿出现 YouTube 的这个标记啊，就代表是可用的。下边你可以问它一些问题啊，可以说啊简述一下这个视频，那你会发现它说的都很清楚啊。当然你可以增加来源，那我们都知道啊 HiDream 它的 GitHub 的官网是这个，那你可以把这个给它添上去，这个呢网站的链接粘上。当然如果它有论文或者有别人做的一些视频都可以加到这儿啊，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让你非常快的来这个了解这个知识。另外呢它会有这个什么简报文档啊、学习指南，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在呢我在生成的是这个学习指南啊，那我们可以点一下，你看一下它这个研究指南主要是测试啊，你这个是不是理解这个东西了，所以说呢是出题用的啊。如果你要是给孩子出题呢，这个其实还是不错的，是吧？然后呢你可以做一些简报，看一下。再往下边呢有常见问题和解答，看一下这有这个常见的问题和解答。最后呢有一个叫时间轴，指的是这个事件或者这个我们提及的这个技术它发展的典型的时间点啊，所以说这个也是非常有帮助的。那最有意思的呢就是它可以什么呀，叫探索来源。比方说我们这儿写上 HiDream E1， 然后我们提交，它会开启谷歌的搜索，然后找到我们希望的这个来源，看一下很多，然后呢我们可以把这个全部给它导进去啊，这样的话呢你的这个来源就更多了，是吧？再往下边呢就是我们可以生成对应的播客啊，这个是它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功能啊。那下边呢我们来看一下怎么生成，我们点一下这个生成，这个时候呢它会综合你这12个来源啊来生成这个对应的播客。好，现在呢这个播客已经生成完了啊，下边呢我们来听一下。想象一下啊，就打几个字，照片里的人刷带上默契了，或者整张图的风格噌一下变成动画片那样，听起来是不是挺神奇的？就像有个特懂你心思的 AI 小助手帮你修图。今天咱们就来好好聊聊，深入挖一下这个叫 HiDream
E1 的工具。我们呢也是扒了不少资料技术评测视频啦，开发者在 GitHub 上的说明了，还有像 Reddit 这些社区里用户怎么讨论的。准备好了吗？咱们就开聊。好，那第一个问题 ，HyDream E1 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简单说呢，它是一个让你用指令，就是文字命令来编辑图片的模型。好，我们就听这么多啊，大家看一下，这是两个人在讨论一个问题啊，这样更加有代入感。那所以说这个工具你会发现它也是非常强大的啊。首先呢，它有一个完整的知识库，而且呢，它不会自己发散思维。另外的话呢，它有很多的功能，尤其是生成播客这样的功能而且是语音形式的播客。那有能力的话呢，可以把这个播客再转成视频，是吧？这就是我们给大家讲的3个工具啊，我们简单回顾一下。第一个就是文生图的3个模型，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编码的一个模型，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学习的一个工具啊，希望对大家有帮助，能帮助你真正的成为一个超级个体。好，今天呢我们就说这么多，关注我，做一个懂爱的人。